对吧？那我们针对中老年朋友有哪些咱们常见的，但是特别容易被忽视掉的身体信号，可能已经在提示我们的肩膀或者脖子已经出现损伤了呢？这一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你提的这个问题啊，也非常重要。具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现实意义吧。对于这个中老年人啊，肩颈问题的信号，有时候啊确实比较隐蔽。也不一定是剧烈的那种疼。我建议大家留意以下这个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进行性的一个无力感。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早期信号。它不是疼的受不了，而是感觉手臂啊它没劲儿，发软。比如说炒菜时啊，觉得这个炒过的锅啊变重了，握不稳，梳头啊，自己梳不到后脑勺，晾衣服啊举不起这个晾衣杆，甚至端个水杯或者是拿书包都觉得沉。这个就提示这个腱袖的肌肉肌腱啊可能存在这种慢性的劳损，或者有些是轻微的这个撕裂。第二个就是不免原因的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夜间那个间隙痛。不一定也不一定会痛醒，但是晚上睡觉时啊，总觉得怎么躺这个胳膊都没地儿放，压着也难受，得翻身得找个合适的这个姿势，或者早晨醒来的时候啊，感觉这个肩膀比较硬，比较酸胀，需要这个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活动范围它在慢慢的缩小。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不到，但慢慢一天，他不是一天突然就不能活动了，他开始自我感觉有些动作我怎么以前能够得着的事儿他够不着了。比如说这个女性扣这个文胸后背的扣搭扣，以前就很容易，现在觉得越来越困难。男性啊就是这开汽车时去后座取东西，以前一转身一伸胳膊就取到了，可能慢慢的觉得就变得吃力了。洗澡时不能搓背，不能自己搓后背中间的那块区域，这个搓背动作自己完成不了了。然后就是静息式的酸胀感，就是在静止状态下，比方说看电视了、读书了、聊天了，这些不动的状态下，肩膀会自发的就是出现这种酸胀，这种不适感，需要我的活动活动，我才舒服。还有就是一些伴随症状，就是颈部的一些不舒服，有的其实好多中老年人肩痛哈，根儿可能在就是颈椎上，就颈椎蜕变，什么骨质增生了，椎间盘突出了，可能会压迫一些神经，引起从脖子到肩膀，甚至是放射到上臂了，这种酸麻胀。这些疼痛啊，往往和颈部的这个姿势有关啊，这是这些问题。非常感谢刘医生这么细致贴近生活的提示啊。所以啊，我们看啊，中老年朋友真的要特别关注那些不疼但没劲儿，晚上睡觉总别扭，以及悄悄发生的活动受限，这些不那么起眼儿的隐匿信号。那么基于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两种疾病的根本区别，以及这些早期信号，网络上非常流行的那个说法叫做什么呢？肩痛就要多甩胳膊拉单杠，把粘连拉开就好了。这个建议现在还成立吗？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刘医生？这是一个必须就现在要纠正的，而且可能有危害性的一个误区啊。任何这个治疗和一个康复的措施啊，都必须是建立在一个精准诊断的一个基础上。盲目的这些运动啊，有可能是雪上加霜。对于这个冻结肩呀，在急性疼痛炎症期，暴力的或者也不当的一些拉伸，我刚才提到的甩动啊，会加重这个关节囊的炎症，和内部的一些微损伤，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这个粘连和挛缩。
正确的康复应该还是在无痛或者微痛的范围内，温和、持久、有方向性的拉伸，比如说钟摆运动，而不是画圈运动啊。对于这个肩袖损伤啊，特别是已经存在这种肌腱部分或者全部撕裂的情况下，比如说打羽毛球，负重比如提重物，或者暴力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甩胳膊，拉单杠运动，这些运动是绝对禁止的。就像一根绳子啊，已经部分断裂了，你还用力去拉扯它，结果这会导致这撕裂的口子啊越来越大。那本来可能通过这个保守，它可能能改善，或者缓慢的会自我愈合的，变成这种难以这个处理的一种复杂损伤啊。刘医生，您刚才说的太好了，这真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说呢，如果需要进行这样的康复治疗，通常的周期大概是多长？在这个过程中呢，患者自己需要如何配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康复治疗啊，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啊。咱就以肩袖损伤的保守康复为例吧，一个完整的周期通常需要3到6个月，甚至到1年更长。这个就包括了这个急性期的一个疼痛控制，还有就是急性期过后啊，功能的一个恢复期，还有以后的恢复以后一个力量的一个巩固期。但是呢，患者的配合非常重要。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啊，康复治疗只是医患合作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是啊我听了大夫的就没事了啊。需要做到这个以下几点，我觉得就可以有效的这个康复。要保持这个耐心与信心。就是组织这个修复啊，功能重建啊，它是需要时间的，不要说期望这个短期内就完全恢复，一定要信任你的治疗师，制定遵循一个详细的计划，还有就是规律的治疗，还有必要的一些家庭训练。你看病一般都是门诊，通常就是一周几次或者1次。但治疗师布置的这个家庭作业啊，如这个特定的拉伸了力量训练，你是每天要完成的，这个是康复效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吧。还有就是要学习这个无痛的原则。一定要记住，所有的康复训练都是在无痛或者仅仅就是有点轻微的牵拉感的范围内进行。疼痛就本身就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意味着可能过度了，你就别再进一步的再锻炼了。然后就要积极的一个就是沟通反馈，要及时的向这个治疗师啊反馈一些你这练习中的感受了，疼痛的变化了，是不是有些改善了，或者会出现这个新的问题了，我们随时要做出调整的方案。还有就是改变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将这个康复中啊学到的这种正确的知识和发力模式啊，要应用到日常生活，就是在生活工作中，得运用它，这也是防止复发的一个根本吧。刘主任，您看啊，刚才有这么详细的一个讲解哈，我们关于较长的康复周期，除了坚持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们在饮食营养上是否需要特别加强，来为我们身体内部修复肌腱提供优质原料呢？是的，整个康复阶段的营养支持也非常关键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身体进行内源性修复的一个物料，提供一些保障。还是那个蛋白质是关键中的关键啊。组织的修复过程中，本质上就是大量合成
新的蛋白质。我建议啊，在保证这个均衡饮食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例如呢瘦肉、鱼类、蛋类、奶制品及豆制品，为这个组织的生长修复提供这个充足的这个原材料。当然维生素与矿物质也必不可少啊，尤其是维生素 C 啊，是合成这个胶原蛋白的必需辅因子。而胶原蛋白还恰恰是这个肌腱跟韧带的主要成分，所以也得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如这种菜椒了、西兰花，或者一些水果，有猕猴桃、橙子。微量元素，什么锌、铜这个微量元素也要补充，它也参与这个见修损伤这个伤口愈合的一个过程。但也得避免一些不当的一些饮食，就是油腻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影响这个吸收，本身也会加剧这个身体的炎症反应。同时呀，肯定要必须戒烟、限酒，尤其是烟草中的尼古丁，这个物质啊，会严重的收缩这个血管，影响这个血运。就肯定一般都会显著这个延缓这个愈合的速度。好的，您看啊，整个治疗和康复的路径现在已经阐述的非常清晰了。先通过专业检查明确诊断，然后进行系统阶梯化的保守治疗。核心呢是科学的物理治疗和康复训练，同时呢要配合积极的营养支持。那么再问您一个问题啊，顺着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如果说一个人他怀疑自己可能是肩袖损伤，但是因为我对治疗有顾虑，就选择忍着痛，或者说我自己买点膏药贴贴，用热水袋做热敷，这样保守的处理方式长期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呢？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这种做法的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而且这种所谓的保守处理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医学上的保守治疗的目的。这个膏药、热敷或许能暂时的这个缓解这个肩膀周围肌肉的这个紧张和一些浅表的炎症吧，让人可能短期内感觉舒服一点，但它无法修复已经撕裂的这个肌腱组织，如果因此耽误了正规的干预可能会带来几个问题就是症状持续并加重，疼痛和无力感会一直的存在，并且会越来越重，影响你的甚至影响你的生活，比如说做家务、